红区2号，腹部撞击，怀疑内出血，床旁超声，抽血配型，手术室预留。不对啊，主任，这位病人外面看着没伤啊，外面没伤，里面可能在流血。车祸最怕这种病人，等他喊不出来就晚了。医生，我妈会不会有事儿？放心，这台手术我亲自做。你坚持一下。手术很成功，病人脱离危险了。谢谢医生。沈主任，红区1号的生命体征稳住了。主任，因为您在，咱们这次分流非常成功。那个孩子也已经送检，幸亏发现早。主任，您太神了。沈主任，急诊流程由你重建，需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流程就是，以后每个医生都要学会先看人，再看报告。我们能等，但病人等不起。东江医院把他赶出来，是他们最蠢的决定。林远，这次只是意外。陆医生还不熟悉咱们医院流程。不熟悉流程？沈岩第一天去仁心就把他们的流程盘活了。陆医生，顾董母亲明天就入院检查，我再问你一遍，到底有没有把握？放心，急诊分流和手术不是一回事。顾董母亲的心脏病，我在国外见过也做过，是个小手术。好，我最后信你一次。长明啊，沈医生如果不方便，就别为难人家了。不是还有陆医生吗？请领导放心，陆医生是海外专家。老太太主要是主动脉瓣狭窄，属于常规心脏手术范畴，不需要过度检查。可沈主任之前说过，主动脉瓣狭窄只是表面，领导，国内很多医生喜欢把简单病复杂化，检查越多越显得自己谨慎。在国外，这种程度不至于大惊小怪。陆主任，老太太这个脉压差和影像边缘不太对。沈主任以前会加做主动脉根部和冠脉开口评估。一帮没见过世面的家伙，看见点影子就喊复杂。按你们这种查法，病人还没上台，先被检查折腾半死。沈主任到底为什么不能来？沈燕正在处分观察期，不适合参与这台手术。领导，其实沈燕没您想的那么神，到了国外也就是普通水平。这台手术我能做。既然如此，那就麻烦陆医生了。林院，顾董母亲手术加海归专家，宣传价值太大了。这台手术一旦成了，不仅先进医院稳了，还能成为整个市的明星医院，漂亮。这次参访标题就写海外医学技术落地东江。陆医生，您怎么看原本被点名的沈燕医生？医学不是江湖传说，一个医生被神化，对医院不是好事。明天我会用标准化手术证明，东江医院不是离了某个人就不行。爸，你怎么了？沈主任，看他胸闷的厉害，要不要做个心电图确认一下？先推抢救室，通知值班医生准备绿色通道，快点！医生，我爸怎么样了？暂时稳住了，幸亏送的及时，再晚一点就危险了。沈主任，您怎么知道他不是普通不舒服？病人手指发冷，眼神散，这些危险信号，报告不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临床不是坐在电脑前等答案，而应该了解病人，以病人为主。东江医院明天手术示范会，邀请我们仁心医院观摩。你去吗？去。我倒要看看这些拿病人当奖杯、拿医院当交易的人能走多远。
明天之后，东江第一岛该换人了。妈，您小时候背我上学，后来我工作忙，总说有空陪您。这一次，换我等您出来。好孩子，妈做那些，从来都不是想要你报答。不过你有出息了是好事儿。妈，医生们说了，只是一场小手术，您就当睡个觉，醒来就结束了。我母亲就交给你们，请务必要让手术圆满成功。请领导放心。沈燕来了。这台手术原本不就是顾董点名让他做的吗？沈医生，顾董。顾董，沈医生目前还在处分流程中，这次是作为观摩专家出席的。什么处分？医院内部还在处理。沈医生，如果您愿意的话，这场主刀，我还是希望您来做。感谢领导厚爱，只是现在患者在东江医院，主刀、团队、责任、流程都已经定下。陆医生同样是优秀的专家，我相信他能完成这场手术。沈主任，好好看着啊，看我这个国外回来的硕士是怎么处理这种小手术的。看看原本属于你的光环，今天怎么落到我头上？今天所有摄像机都会拍我，所有专家都会记住我，而你只能坐在观摩席看我加冕。所以你还是没有听我的话，做一个主动脉根部及冠脉开口的评估，对吗？少用你那点破经验对我指手画脚。你呀，就是嫉妒我霸占了你的位置，马上我就能站在高处，而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底层待着吧。哼！开始。看来没问题。我就说，医院不是离了沈燕就不行。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一台典型主动脉瓣病变手术。国内很多医生喜欢神话难度，但在国际视野下，这种病例并不复杂。尤其是某些所谓本土第一刀，只是靠资历和传说吃饭。陆主任，它表面是瓣膜病，真正麻烦的是主动脉根部病变合并冠脉开口变异。你按普通换瓣做，上台就是灾难。主动脉根部病变，真是病变，根本不是我能做的。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瓣膜手术，这种难度的手术，根本不是我能做的。陆主任，病人已经陷入深度麻醉，咱们需要抓紧时间。这台手术，出现异常，出血口出血量暴增，病人的血压在掉。陆主任，出血点在哪儿？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的小手术。我终于知道这台手术为什么要让沈主任来做了。国内也就只有沈主任才能做。这是主动脉根部病变合并宫脉开口变异，症状与一般的瓣膜病症差不多，所以大多数的医生都会当成是普通瓣膜手术。然而，两者之间的手术难度天差地别，这下全完了。
陆成林，我妈怎么样了？手术到底成没成？你说话呀！手术刚才，你别不说话。我妈她到底怎么样了？顾董，放心吧，手术很成功，老太太生命体征稳定，已经脱离危险。沈燕，你怎么会从手术室里出来？你不是一直在观摩室吗？谁让你进去的？成功了，真的成功了！沈医生，谢谢你，谢谢你。怎么会是沈医生做的手术？不是陆成林主刀吗？是他擅自闯进手术室，我明明还能继续处理，是他冲进来打乱我的节奏，抢过手术台，故意捣乱。他就是想抢功劳，毁了我。捣乱？你确定我进去是捣乱？就是你突然闯进来指指点点，不然我肯定可以完成好这场手术。主动脉根部破裂，动脉开口变异，大出血不止，血压测不到，心率直线下坠，这就是你能处理的局面。要不是我，你现在面对顾董的就不是解释，是丧。如果不是我在，如果不是我及时主刀，后果不堪设想。陆主任，出血止不住，血压已经测不到了，再这样下去，病人会没命的。怎么会这样？不应该是这样的，这只是个小手术。心率持续下降，准备抢救，准备除颤。我就知道你会崩盘。沈燕，谁让你进来的？出去！这是我的手术台，不需要你多管闲事。让开！病人大出血你处理不了，还好我早就让体外循环团队在隔壁手术室待命备物，不然，陆成林，这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处理不了。这是我的手术，我能做主，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你的手术，病人因为你的自大无能，现在命悬一线。陆成林，这是人命关天的手术台，不是你争名夺利的舞台。你再挡在这里，就是故意杀人。我真的救不了这个。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你就是故意来抢我功劳，故意让我难堪。功劳，我对你那点可怜的面子毫无兴趣。再耽误1分钟，这位母亲就会死在你手里。现在给我滚！快，准备手术，暴露术野，阻断生主动脉，建立体外循环。好的，沈主任，我们都配合你。为什么？为什么又是他？为什么他一出现就能拯救一切？我的名声，我的前途，全毁了。沈医生，沈医生，你不只是救了我母亲一条命，你是救了我们全家呀！整个东江，乃至全国，敢接这种禁区手术，能在大出血瞬间力挽狂澜的，只有你。没有你，我母亲绝无生路。你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陆成林，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术前沈医生反复提醒你，这是主动脉根部合变冠脉变异的高危手术，不是普通换瓣小手术。你偏偏当成耳旁风，狂妄自大，只想着抢功出名，踩着别人往上爬。你看看沈医生，医术登峰造极，却低调沉稳，一心只为病人。再看看你，空有一个海归名头，眼高手低，连出血点都找不到。你把手术室当秀场，把我母亲的命当赌注，出事之后只会推卸责任。你这种人也配穿白大褂，也配拿手术刀？我没有，手术本来就有意外，是患者病情太复杂，是术前评估不全面，不全是我的问题。沈燕她就是故意抢我风头，故意让我下不来台。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沈医生临危救人是抢风头？你简直厚颜无耻，无可救药。沈主任医术高超，临危不乱，医德更是令人敬佩。这种禁区级别的手术，也只有他能稳稳拿下。有些人空有海归名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医术不行，甩锅第一，和沈主任一比，简直天差地别。沈燕，又是你，毁了我的手术，毁了我的名声，让我在所有人面前抬不起头。这笔账我记下了，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沈燕啊，沈燕，你真是咱们人心的定海神针，
这次东江医院的手术风波，你一战成名，救了顾董母亲，咱们医院也跟着破格提级评优，口碑声望全翻倍。我宣布，从今天起，任命你为心胸外科主任，薪资翻倍，全院资源优先向你开放。院长，升职加薪我不在意，我只是履行医生的基本职责。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只要能踏实为病人看病，让患者少花钱少受罪，就是好医生。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这份医德千金不换，以后咱们人心就跟着你这条正道走。陆成林，你到底闯了多大的祸？术前警告不听，术中大出血直接慌神，要不是沈燕力挽狂澜把人救回来，整个东江医院都要跟着你陪葬。顾董能轻易放过我们吗？我没故意搞砸，是病情太特殊，是沈燕故意抢我舞台让我难堪，我只是缺一点经验。经验？你缺的是分寸和医德。沈燕一眼看出的高危隐患，你当小手术乱做，出事只会推卸责任。我是海归硕士，怎么可能比不过沈燕？行了，市里刚通知，一位省级大人物要来做手术，病情和顾老太太高度相似，主动脉根部病变合并冠脉变异，难度极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院长，让我主刀。这段时间我拼命研究同类病例，吃透了所有难点，我一定能做好，一定能超过沈燕。你这次可别出岔子。我发誓绝不出错，我要把丢掉的面子地位全部赢回来。院长，再信我最后一次。好，最后信你一次，再出半点差错，我也跟着你完蛋。沈燕，你等着，拿下这台省级大人物的手术，所有人都会知道我陆成林才是东江第一刀。你欠我的，我要一次性全讨回来。啥？做这么多检查？你这医生心也太黑了！我男人就是单纯喘不上气，歇2天就好，用得着又拍片又抽血吗？你这不只是简单的气喘，口唇发湿，下肢深静脉血栓伴胸闷，随时会血栓脱落，导致致命肺栓塞，必须立刻做床旁超声、心电图、心肌酶谱，不能耽误。我看你就是想赚我们黑心钱，看着文质彬彬、人模狗样，没想到一肚子坏水。我们就是种地的农民，挣点血汗钱容易吗？你也忍心坑？就是，我们没钱做那么多检查，你直接开点止咳平喘的药，别整那些没用的。我不是要乱开检查，你的症状很危险，不是简单的气喘，肺栓塞和心衰都是急症，不查清楚，一旦发作会猝死。我是在为你的生命负责。负责？我看你是想负责我们的钱！大家快来看啊！医生欺负老百姓了，没病说重病，就为了骗检查费。我告诉你，东江医院也有个陆成林医生，人家是留洋回来的硕士专家，要不是你这离家近，我还不来呢。我们不在你这看病了，我们这就去东江医院找陆医生。你穿着白大褂，一肚子黑心算盘。我呸！咱们走！什么破医生，就知道要钱。沈主任从来不多开检查，怎么会坑人呢？他们俩真是不识好人心。陆医生，陆医生，可算找到你了。人家都说你是留洋回来的大专家，医术最好最实在。陆医生，你快帮我看看，我就是喘不上气儿，别的啥毛病没有。没事儿，就是劳累过度，有点支气管炎，再加上心理作用。我给你开点平喘止咳的药，回去吃几天就好。我就说陆医生厉害，一眼就看透了。哪像刚才仁心医院那个沈燕，张口就让做一堆检查，又是心电图又是超声，摆明了想坑我们农民的血汗钱。还是你医术高，不用检查就知道毛病。就是那个沈燕看着文质彬彬，一肚子坏水，就会吓唬人乱收费，跟你陆医生比差太远了。你才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好医生。哼，有些医生就喜欢把小命说大，靠检查刷业绩立人设。我在国外学的是精准诊疗，能不检查就不检查，能不开药就少吃药，这才是医者仁心。你们这就是小毛病，养一养就好，真不用大惊小怪。沈燕那套就是吓唬你们。谢谢陆医生，谢谢陆医生，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又省钱又省心，遇上你这样的好医生是我们的福气。以后看病我们只找陆医生，再也不去那些黑心医院、黑心医生那儿受罪了。沈燕啊，沈燕，你看
连老百姓都知道我比你靠谱，比你实在，你装什么清高？下次大人物手术，我一定会彻底赢过你，让你永远翻不了身。这不是仁心医院的大英雄沈主任？怎么，有空来我们东江医院指导工作了？有一个专家会议叫我来开。救了顾董母亲，就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我告诉你，老百姓心里有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好的医生？刚才还有农民患者专门来找我看病，把你骂得一文不值。你说的是不是一对农民夫妻？男人中年，喘不上气儿，口唇发气。怎么，还惦记着你没骗成的检查费？人家就是个小毛病，劳累过度，我开点药就好了，用得着你操心？陆成林，我认真跟你说，他不是支气管炎，是静脉血栓，随时会血栓脱落，导致致命肺栓塞，必须立刻做检查，严密监护，你千万不能大意。够了！你少在我面前危言耸听！你不就是想证明我不行，只有你行吗？不就是想抢我的患者，抢我的名声吗？我不是跟你争输赢，病人是活生生的人命，你身为医生，不能凭感觉乱诊断，更不能因为面子无视风险。我希望你真正为民造福，而不是只顾自己虚荣。为民造福？你少在这装圣人！你那套就是小题大做，骗取检查费！别拿你的虚伪道德绑架我！我看病人比你准，比你懂，不用你指手画脚。你会后悔的。后悔？我看该后悔的是你！等着瞧，下次手术我一定会让所有人知道，我陆成林比你强10000倍！下午还好好的，怎么到了晚上突然就不行了？快，推抢救车！病人心跳微弱，呼吸骤停，立刻救场，立刻抢救！大姐，病人之前得过什么病？最近在哪儿看的？诊断是什么？有没有检查报告？是你们医院陆成林医生看的，他说是小毛病，劳累过度，支气管炎，没让做任何检查，没有报告。快，立刻去找陆成林医生，就说门诊患者突发休克，疑似急性肺栓塞，右心衰竭，情况危急。都让开！我是他的主治医生，立刻做心电图，查血气，测第二具体，我要所有检查报告。检查？现在知道要检查了。刚才你怎么说的？你说就是小毛病，不用查，不用花钱，开点药就行。都是你不让我们做检查。我男人要是死了，我跟你拼命！吵什么？谁说不能救？现在立刻抢救还来得及！闭嘴！别耽误我救人！这根本不是支气管炎，就是沈燕说的急性大面积肺栓塞和对右心衰竭。再晚几分钟，人直接没了。医生，沈主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你，救救我男人，只有你能救他，我不要陆成林救，我就要你救，求你了。你什么意思？谁说我不能救？你求他干什么？都是你这个庸医说不用检查，我只相信沈医生。是我的病人，轮不到你来插手。你又想来抢功，又想来踩我一脚，是不是？这病人已经濒死休克，就诊不清，处置延误，还在计较面子。现在是抢命，不是抢功。高流量吸氧，建立双静脉通路，肝素抗凝准备，床旁超声确认右心功能。病人急性大面积肺栓塞，每1秒都在失血缺氧。求你了，沈医生，救救他，救救他！准备出阵。回来了，回来了，心跳血压都稳住了。活了，活了，老头子你活了。这医生误诊成支气管炎，差点害死病人。还好沈主任路过，不然这人就没了。就这还海归专家，连普通医生都不如。满意了。你又当众让我下不来台，你就是故意的，你就是想毁了我！我3番5次提醒你，病人是高危肺栓塞，随时猝死，你不听。你嘲讽我小题大做，
现在病人因为你的误诊濒死，是我救的，不是你救的。你还敢狡辩？是你说我们是小毛病，是你差点害死我男人。刚才我们还夸你是好医生，现在我才知道，你就是个庸医、黑心医生。投诉他！连查这种庸医，差点出人命，必须开除！沈夜，又是你，次次让我当众出丑，我跟你不共戴天。这仇记下了，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陆成林，你真是要把我气死！误诊、漏诊，这么低级的错误，你居然一犯再犯！现在全院乃至全市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医院声誉毁于一旦，我也保不住你，你马上被停职调查。停职？凭什么？是沈烨故意针对我，是他次次抢我舞台，当众羞辱我，这一切都是他害的。我跟沈烨不共戴天，到现在你还在怪别人，病人差点死在你手上，事实清清楚楚，你还不知悔改。停职调查不必了，我儿子不能这么被欺负。爸，陆董，可是这次事情闹得太大，患者家属要投诉，专家圈也在议论，舆论我来压，责任我来扛。东江医院能有今天，靠的是我们陆家的投资。我儿子必须留在主刀岗位。好吧，既然陆董都开口了，下个月那个省级大人物的手术你要好好准备，不能再出岔子了。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沈烨踩我一次，我要他100倍偿还。想报仇不难，我手里正好有一个特殊病例，患者得的是极罕见先天性心脏畸形，国内无人敢治，国际上也只有0星成功案例。爸，您的意思是，既然沈烨那么喜欢被人捧成国内第一刀，那我们就顺着他意，公开对外宣布，这位罕见病患者全东江、全中国只有沈烨能治。他一旦失败，他身败名裂，彻底垮台，永世不得翻身。捧得越高，摔得越惨。好，太好了，沈烨，你不是喜欢当圣人吗？这一次我要让你从神坛上狠狠摔下来，摔得粉身碎骨。请说出你们的诉求。求求大家，求求全社会帮帮我的孩子，他才16岁啊，得了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畸形，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所有专家都不敢接受，说手术成功率几乎为0，我们实在走投无路了。我们知道这个病难救，可我们不想放弃，求各位好心人给我们指一条活路，求求大家了。安排的水军可以开始了。找沈烨，难成人心的沈烨医生，他是国内第一刀，再难的手术都能做。对，全国就只有沈烨医生能做这个手术，别人都不行，只有他能救这孩子。沈烨医生医术出神入化，之前那么多疑难杂症都起死回生，这个罕见病，对，找沈烨，他是神医，肯定能救。沈烨医生那么人心仁术，不可能见死不救。除了沈烨，没人能救这个孩子了，他必须出手。沈烨医生，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大家都说只有您能救他，您就是我们全家唯一的希望啊！您是神医，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沈医生，求您救我！一切按计划进行，沈烨，我看你这次怎么躲！
不能不管我们。你是大家公认的第一刀，你要是都不救，他就只能等死。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16岁的孩子没了性命吧？这个病难度太大，根本没人敢做，这不是逼沈岩吗？什么叫逼他？他是医生，救人就是他的责任。他那么厉害，怎么能见死不救？我理解你们救子心切，但是这个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畸形，手术风险极高，国内无成熟案例，我不敢保证100%成功。就是不想救，你就是怕手术失败砸了自己的名声。大家都说你能救，你为什么不救？他还是个孩子，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跪在这里不走了。你今天必须接下这个手术，你要是拒绝，你就是冷血动物，你不配当医生，全网都会骂死你。我可以接手术前评估，但我丑话说在前，手术风险我会如实告知。若你们执意要做，一切后果需共同承担，我不会接受任何无理的道德绑架。术前评估有什么用？你就是想拖延时间，就是不想真心救我儿子。沈医生，我们老百姓不懂什么医学风险，只知道你是神医，只有你能救我儿子。什么共同承担后果都是借口。你要是现在不立马答应做手术，今天我们全家就死在你这办公室里。大家先冷静一下。沈医生是公认的国内心外科第一刀，医术功德有目共睹，他从来都不是漠视生命的人。沈医生，这孩子才16岁，还有无限可能。现在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您就是大家心中的神医，只有您才能创造这个生命奇迹啊！就是啊，孩子都病成这样了，还做什么评估？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谁负责？沈医生要是真有医德，就别纠结风险，先救人。作为医生，怎么能把风险和名声看得比人命还重？这根本不是简单的求医，而是陆成林借着这对愚昧自私的父母，给我布下的死局。既然你们用如此卑劣的手段逼我入局，那我就奉陪到底。我答应接下这个手术。爸，沈燕已经被逼着接下手术了，这可是我们搞垮他的最好机会，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这场赌局我们要赢，还要让他输得彻彻底底，永无翻身之日。我们在心脏畸形手术的仪器上悄悄动个手脚，让他术中精准度失灵，探头做上隐性磨损，术中直接出现数据偏差。还是爸您想的周全，器材出了问题，手术必然失败，到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是沈燕医术不精，操作失误，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光有器材不够，还要提前铺好舆论路。你安排水军刻意透露这场手术难度逆天，国内从未有过成功案例。再找几个业内匿名专家发声，预判沈燕这场手术必败，暗示他为了名声强行接手，拿患者生命当赌注。我明白，先把手术失败的预期种在网友心里，等真的出了问题，全网只会一边倒指责沈燕草菅人命，到时候他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陆成林绝不会只满足于逼我接手术，必然还有后续的阴招。沈医生，你快看网上，现在全是关于你这场手术的负面舆论，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好多人说这场手术根本不可能成功，还有匿名专家说你是为了保住神医名声拿患者冒险。陆振雄、陆成林，果然是你们的手段，一边操控舆论，提前给我安上手术失败的罪名，另一边必然会在手术环节动手脚。方院，我申请立刻调拨一套全新的微创消融仪。你们处心积虑想让我万劫不复，我偏要破了这个局。无论是医学难关，还是你们的阴招，我都会一一接住。沈医生，孩子怎么样了？不会是失败了吧？沈燕，你这个庸医，我就不该相信你！你为了自己的神医名声，拿我儿子的命当赌注，现在他没了，你满意了？你还我儿子！你这个杀人凶手！我们全家都被你害惨了！
当初苦苦求你，你被逼无奈才接手，根本就没用心做手术。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你必须偿命！这么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原来只是徒有其表的骗子吗？我的儿啊，你还这么年轻，我可怎么活呀？沈医生，手术是不是彻底失败了？患者是否已经离世？请问你明知手术成功率极低，为何还要强行接手？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吗？各位，我真是替这位可怜的患者感到痛心。沈燕医生身为东江心外科的领军人物，明知这场手术毫无成功，却为了一己私利，不顾患者生命安全强行接手，如今酿成悲剧，实在是有违医德，愧对医者身份。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调查，严惩这种漠视生命的医生，给家属、给全社会一个交代。大家安静一下，请不要污蔑沈医生。患者的罕见心脏畸形手术非常成功，病灶已经全部清除，生命体征平稳，已经转入重症监护室进行术后观察，脱离生命危险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器材明明被做了手脚，怎么可能成功？你以为你在手术仪器上动手脚，我就不知道了吗？沈医生，病灶位置已清晰暴露，准备启用微创消融仪进行病灶消融。开始。沈医生，不好了，消融仪彻底失灵，探头完全无法使用，患者心率血氧急剧下滑。不行，仪器完全没有反应，像是内部核心部件被损坏了，根本用不了。不要慌，立刻维持血氧心率。准备备用无菌手术包，启用我提前放置在备用器械柜的全新消融仪心脏探头。按压频率保持100次每秒，稳住血氧，马上就好。沈医生太镇定了，换做别人早就慌了神，他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化解危机，太厉害了。成了，沈医生，成功了，手术彻底成功了。送患者去 ICU 密切监护。送去 ICU。这场针对我的阴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破坏器材、操控舆论、恶意构陷的幕后黑手，我一定会一一揪出，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手术成功。是我们错了，我们全都错怪沈医生了。沈医生太了不起了，这么难的手术都能救回来，这才是真正的神医啊！我就说沈医生不是那种人，是网上造谣，是有人故意带节奏。沈医生医德医术双绝。沈医生，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啊，我不该被人挑唆，不该那么骂您。沈医生，我们错了，大错特错，我们不该听别人造谣，不该被人当枪使，不分青红皂白就冤枉您逼您。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们计较。我们全家这辈子都感激您的救命之恩。沈燕，又是你！我布了这么久的局，居然又被你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让你身败名裂。陆成林，这场戏你演得很尽兴，收买后勤，破坏手术器材，操控水军造谣，煽动家属闹事儿，当众捧杀构陷，每一步都是你和陆振雄的手。沈燕，你少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手术成功是你运气好，别想往我头上泼脏水。证据，我当然有。你有证据又怎么样？你以为你能奈何得了我吗？我爸是陆振雄，我爸都能压得下你，沈燕就算有点本事，也斗不过我们陆家。
压得下一时，压不住一世。权势再大，大不过公道；阴谋再密，瞒不过人心。你们欠患者的，欠医学界的，欠我的，迟早加倍偿还。看看你做的好事，发布会舆论家属器材，一手好牌被你打得稀烂。我明明布下死局，他沈燕凭什么能逆风翻盘？现在倒好，他成了万民称赞的神医，我们成了过街老鼠。现在全网都在骂陆氏恶毒，骂我们草菅人命。再这么下去，我们和东江医院多年的利益捆绑就要彻底断裂。你这不是搞垮沈燕，你是在给我添乱。陆总，你们父子这次玩的太过火了，医院现在被舆论架在火上烤，我这个院长如坐针毡。当初我配合你们是想共赢，不是想一起身败名裂。林院长，事已至此，指责没用。现在不仅没搞垮沈燕，反而让她声望如日中天，我们成了全网笑柄。爸，林院长，你们别急，骂名只是暂时的，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那位曾多次获奖的郑会长，明天就到了。这病例和顾家老太太的病情高度相似，我已经研究透彻了。你是说，那位曾多次被国外聘请，进行过多次讲座，在各大重点医院挂名的郑会长？没错，只要把这台手术稳稳拿下，由我主导，东江医院出面，一旦成功，所有负面舆论一笔勾销。说得对，只要你能完成好这次手术，不仅能挽救名声，还能让陆氏声望回升，让东江医院直接迈上省级重点的台阶。只要成功了，功劳全是我们的。这一局，我要亲手拿回所有荣耀，把失去的一切加倍赢回来。郑会长，您一路辛苦了，我愿意做好全部准备，一定全力保障治疗。郑会长您好，我是陆成林，本次治疗小组负责人。您的病情我已反复研究多日，方案完备，请您放心，把手术交给我。陆医生，我们了解过，贵院有一位沈燕医生，医术精湛，接连完成多剂高难心脏手术，口碑极好。我们希望这次手术沈医生也能到场参与，多一份保障，我们也能更安心。家属放心，不必麻烦沈医生，我是海外名校心外科博士，这类复杂病例我研究的极为透彻。手术方案我已完全吃透，我完全可以独立完成，不需要其他人协助。陆医生，你的能力我相信，但手术非同小可，多一个专家就多一层保障，我也更安心。就让沈医生一起参与吧，人多更稳妥。该死，偏偏要提沈燕，居然非要让她来分一杯羹。行，我答应你，等手术开始，我就让你亲眼看着我完美操作，当众把沈燕踩在脚下，让所有人都知道我陆成莲比她强100倍。郑会长考虑周全，那就按您的意思，让沈医生一起进组，协同手术。既然郑会长这么说，我尊重您的安排。郑会长，您的心脏瓣膜病变合并冠脉狭窄，属于极高危复合病症。我结合国际最新术式，制定了2套微创方案，风险可控，预耗最佳。沈燕就算来了，也只能站在我旁边当陪衬。今天所有风光都是我的。郑会长好，我是沈燕。沈医生久仰大名，有你在，我们更踏实。沈医生来的正好，我刚把手术方案讲解完毕，细节已经非常完善，你只需要协助术中监测即可。陆医生的方案看似标准，但郑会长有陈旧性肺动脉高压，按你的路径处理，术中血压波动风险会提升3倍，极易诱发心衰。沈医生多虑了，我在海外进修时处理过同类病例，我的路径更安全。病例相似，
但基础并不同。你照搬国外术式，没有结合患者长期用药史，这不是严谨，是冒险。沈医生考虑的周全，就按沈医生的调整意见完善方案。该死，沈燕竟敢当众否定我！等着，手术台上我一定要让你下不来台，让所有人知道你只是纸上谈兵。既然郑会长认可，那就按沈医生的建议微调。不过主刀位置理应由我来担任，毕竟术前方案主要由我制定，主刀谁来都可以，我只在乎患者安全。两位都是顶尖专家，强强联合，手术一定万无一失。手术器械按我之前的吩咐准备，尤其是高频电凝和灌注管，听懂了吗？关键时候必须出点意外。明白，陆少。沈燕，你抢风头、抢决策、抢我的功劳没关系，手术台上我会让你亲手碰到步障器械，到时候手术出事，责任全是你的。我不仅要赢下功劳，还要让你彻底万劫不复。可以开始了。怎么会这样？和资料不一样，病情比我研究的要重太多。真实病灶比 CT 显示更复杂，粘连更严重，肺动脉高压比评估凶险数倍。糟糕，手术刀碰破冠脉细小分支了，创面渗血了。不好，大出血，患者心率掉得很快。陆成林，你在干什么？解剖层次不清，操作粗暴，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诱发心梗？我不用你教，这是正常术中风险，是郑会长本身病情太差，跟我的操作无关。让开！你连病灶评估都错了，还在死撑，你耽误的是病人的命。这是我的手术，我是主刀，轮不到你指手画脚。所有人听令，手术由我接管，立刻建立静脉通路，准备止血。怎么回事？器械没有任何反应，输出功率为0，完全失灵。陆成林，你到底做了什么？电凝是你提前指定的器械，术前3方核查明明试剂正常，现在关键时刻彻底失效。为了抢功，为了栽赃，为了害我，你竟敢拿郑会长的命当儿戏！你胡说！是器械本身质量问题，跟我没关系，是你自己不会用。质量问题？术前只有你接触过器械备用间，为了霸占功劳，不惜让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你简直丧心病狂！你不是想抢主刀吗？你不是自信满满吗？现在你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办？病人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好了，陆医生手术出问题了，现在是沈医生主刀。什么？出什么事了？不会吧，又出什么幺蛾子了？立刻启用备用无菌器械，手工压迫止血，按我术前方案执行。吸净积血，保持视野清晰。沈医师，粘连太重，高压危象，随时会心脏骤停。按我术前方案，第一步降肺压，准备前列环素微泵维持；第二步先处理出血，再分离粘连，不强切；第三步瓣膜置换，改用微创小切口，不扩胸骨。止血，分离粘连，预处理肺动脉高压，瓣膜置换，微创扩灌，每一步都精准的如同教科书。沈医生真的太厉害了。手术成功，患者生命体征稳定，送 ICU。太厉害了，沈医生不愧是东江第一刀。完了，这回彻底完了。沈医生，谢谢你，危急关头是你力挽狂澜。沈燕，多亏了你，多亏了你呀！有一件事必须告诉所有人，这场手术之所以遇险，根本不是病情意外，
而是人为蓄意破坏。这个人就是陆成林。你胡说！是你栽赃我，是你嫉妒我。器械本来就是坏的，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术前你亲自指定器械不让我参与，不许他人负责。术中你手抖出错，延误就职。器械失效后，你第一时间想甩锅给我，大家都看见了。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我不承认，这一切都是你故意设计陷害我，是你嫉妒我的才华，你想毁掉我。陷害你？从发布会舆论绑架、买通后勤、破坏器材，到今天术台蓄意弄贪器材，哪一步不是你和陆振雄亲手策划？休想定我的罪！陆氏集团扎根东江，你就算举报也没用，他一定会把我捞出去，一定会把所有事压下去。够了！事到如今，铁证在前，你不仅毫无悔改之心，竟然还敢仗势压人，还在口出狂言。你以为凭一个陆氏集团就能只手遮天？我告诉你，你们父子恶意制造医疗事故，险些害死郑会长，这是铁一般的罪证，谁也保不住你们。来人，立刻控制陆成林！我跟你讲，你们陆氏集团一个都跑不了。不可能，我爸不会让我有事的，不会的。都是来找沈医生的病人啊！大家有序排队，沈医生今天已经加号到极限了，请大家耐心等候。我们从外地赶了1夜车，全国名医都不敢接的病，都说只有沈医生能救，我们全家的希望都在沈医生身上了。沈医生，你真是活菩萨呀！东江医院的人都推三阻四，只有你肯救我的孩子，你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快起来，这是我该做的。医生的本分就是治病救人，不问来路，不避艰险。沈医生医德医术双绝，这才是真正的神医。比起那些只看资本、只重利益的医院，仁心医院才是老百姓的救命地。以后看病只认沈燕，只来仁心医院，这种好医生才配得上医者2字。沈燕啊，沈燕，你真是我仁心医院的镇院之宝。自从你在东江医院力挽狂澜，揭穿陆家阴谋，完成2台惊天手术后，咱们南城仁心医院直接名声大噪，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而来，医院口碑直接登顶，这全是你的功劳。方院长过奖了，我只是做好本职工作，守住医者底线，患者信任便是我最大的底气。低调沉稳，有本事有风骨，你这样的人才真是千金难换。你放心，以后医院全力支持你，资源、团队、设备全部优先给你，咱们踏踏实实做医疗，干干净净救生命。你们东江医院还有脸看病？你们院长勾结资本家，害名医毁手术，拿患者生命当筹码，你们整个医院都烂透了！我敢把命交给你们吗？上次那个孩子差点被你们害死，领导差点死在手术台上，你们这群人根本不配穿白大褂。家属，你冷静一点。冷静？我冷静不了！你们医院从上到下藏污纳垢，是非不分。我劝大家都别来这家医院，看病要命，交钱要坑，这就是一家没有良心、没有医德的黑医院。对，再也不来了，太吓人了。好好的医院被一群蛀虫搞垮了，活该没人来。人家沈医生在仁心医院救死扶伤，受人尊敬，你们在这里遭人唾骂，真是讽刺。完了，东江医院彻底完了。因为我赶走沈燕，现在医院声名狼藉，患者不信任，社会骂声一片，医护抬不起头，一切都毁了。不行，想个办法让沈燕回来。沈燕，我求你回来，心外科全权交给你，年薪、股份、资源、设备，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回来就是一把手，
待遇绝对比你在仁心医院强100倍、1000倍。只要你肯回去，我亲自在全市媒体面前给你道歉，给你鞠躬，给你洗白所有委屈，我给你当牛做马。林正川，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不是在请我回去，你是在找一个人帮你收拾烂摊子，救你那早已烂透的名声。我不是，我是真心悔过。我知道你最看重医德和患者，我以后一定改，一定坚守底线。改？当初陆成林操控舆论，逼我破坏器材，害我，拿患者生命当筹码时，你在哪里？你在和陆家同流合污，在冷眼旁观，在把我往死局里推。现在陆家倒了，医院垮了，患者跑，你想起我沈燕了？你开出高位、高薪、高权，想把我重新请回去，当你们东江医院的遮羞布、救命符？不是这样的，医院还有很多无辜的医护，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他们需要你。我在仁心医院，患者敬我，同事信我，院长看重我，我凭什么要回到那个差点毁了我的地方？我再说一次，我沈燕，此生绝不踏入东江医院半步。我们之间恩断义绝，再无瓜葛。沈燕啊，做得好。仁心医院永远是你的家，我们不图虚名，不谋私利，只救死扶伤，只问心无愧。沈燕，你给我等着！你不肯救东江医院，不肯给我留活路，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你现在风光无限，我偏要毁了你的名声，砸了你的饭碗，让你跟我一起坠入地狱。沈医生真的太厉害了，年纪轻轻就攻克这么多心外疑难手术，不愧是医学界的天才。可不是吗？当年在学校他就是第一，这么多年一直遥遥领先，没人能比得过。从大学到读研，每次专业考试、临床考核，沈燕永远是第一名，永远是老师夸赞、同学敬仰的对象。而我江哲，永远只能屈居第二，活在沈燕的光环之下。所有人都只记得沈燕，从没人在意我的努力。江医生，我是东江医院的林正川，我知道你和沈燕是同学，你的医术我一直很认可。林院长找我有事，我听说东江医院已经快倒闭了。江医生，你看着沈燕被所有人捧上天，心里很不是滋味吧？是不是恨得牙痒痒？是不是觉得这一切本该有你的份儿，却全被沈燕抢走了？你闭嘴！我找你是想请你加入东江医院，主持心外科工作。我知道你一直不服沈燕，她现在在仁心医院风光无限，可你呢，空有一身本事，却永远被她压一头。你什么意思？只要你肯来东江医院，我一定全力栽培你。别看我虽然退下来了，但在省内医学圈还有人脉。我用我个人的资源，保你上华东区研讨会。沈燕，凭什么你永远是第一？凭什么所有人都敬仰你、追捧你？我明明不比你差，我受够了做万年老二，我一定要压过你，抢走你的光环，让所有人都看看我江哲比你更强。好，我答应你，我加入东江医院，我倒要和沈燕好好比一比，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强者。我要把他失去的，不，我要把属于我的一切全都夺回来。我对付沈燕的棋子终于找到了。你说没救就没救了？你不是神医吗？哪有救我爹死的？你父亲是中末期心衰，多器官已经不可逆衰竭。继续插管、强心、按压抢救，只会让他在极致痛苦里耗着。我的建议，撤掉有创抢救，带老人回家静养，体面走完最后一程，让他少受折磨。这是目前唯一对老人仁慈的选择。体面？什么体面？他死了，每个月的退休金就断了，家里开销谁填？
我房贷谁还？我们花得起钱，我们付得起治疗费。你只管给我吊着一口气，只要人不死，退休金照发。你们是为了钱，不是为了老人。现在继续高强度维持，是在延长他的痛苦，不是救命。医者不做折磨生命的治疗。你少跟我讲大道理，说白了就是你医术不行，你救不了人。整个南城都说你沈燕是神医，我看你就是浪得虚名，连个老人都保不住，你配当医生吗？治不好就治不好，找什么借口？什么体面？我看你是不想治懒得治，庸医误人，徒有其名。神医？我看是神棍，连口气都吊不住，什么心外科天花板？中末期兴衰，多器官衰竭。沈燕，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你不愿吊的一口气，我敢吊。医生，你能救，你能吊着我爸的命，多少钱我们都愿意。仁心医院不治，我们东江医院治。沈医生讲究所谓的体面离世，我只讲究患者家属需求至上。你们想留人，我就帮你们留人。江哲，你清楚后果，强行高强度器械维持，持续强心刺激，是在偷支老人最后生机，是纯粹的折磨，毫无治疗意义，违背医德。医德？沈燕，你又开始装你的清高人设了。所有人捧着你，敬着你，就是因为你总说这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你不肯治，治不了，就拿医德当借口。够了，别在这里满口大道理，治不了就治不了，还拦着别的医生救人。沈医生，你也太自私了，我爸的命不用你管。你不是高高在上吗？不是所有人都信你敬你。今天我就让所有人看看，你做不到的，我江哲能做到。你不愿救的，我敢救。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抢光你的信任，砸烂你的神坛。你不要把我和你的个人恩怨带进工作中，这是对患者的不负责。从今天起，东江医院心外科，我江哲坐镇。仁心医院不敢接的重症，不想担的压力，不愿满足的家属诉求，我们东江医院全盘接手。果然还是别的医院医生靠谱。沈医生太冷漠了，根本不顾我们家属感受。我们现在就转到东江医院。看见了吗，沈燕？你坚守的医德，你所谓的底线，在普通人眼里一文不值。今天我抢走你的患者，打碎你的口碑，这只是开始。你引以为傲的一切，我会一点一点全部碾碎。江医生，您太神了！刚才在仁心医院，沈燕直接给我爸判死刑，逼着我们准备后事，我还以为我爸没救了，结果一转过来，您几下就给稳住了，人都精神多了。真是不比不知道，那个沈燕就是冷血胆小，看着病重直接放弃，还是江医生医术过硬，能保住我爸一口气，我们每个月退休金稳稳拿着，家里日子也稳了。江医生，你就是我们家恩人。大家别迷信什么沈神医了，名不副实，关键时刻还得是东江医院的江医生，起死回生，妙手回春。沈燕治不好不敢治的，人家江医生轻轻松松就稳住了，谁强谁弱一目了然。我算是看透了，沈燕就是名气吹出来的，遇到真重症就怂，江医生才是踏踏实实救人的好医生。沈燕，你判死的病人，我救活了。我是万年老二又怎样？老师夸你，同学敬你，患者捧你又怎样？今天我江哲照样压你一头。沈哥，太颠倒黑白了，
那个江哲就是强行药物透支，根本不是治好。这群家属眼瞎，全网路人也跟风踩你，明明是你仁慈理智，现在全反过来了。这是极致药物透支引发的临终回光返照，大剂量强行强心，血管暴力扩张，短期一定会让面色红润、意识清醒、体征好看。那随时会猝死，无任何抢救余地。江主任，患者全心骤停，多脏器、急性衰竭彻底爆发，生命体征归零了。不可能，气色明明好转了，所有人都看着我赢了，怎么会骤停？我不能输，我绝不能输给沈燕。除涮仪200焦耳，立刻充电，肾上腺素毫克级静推，持续胸外按压，不许停，1秒都不许停。救回来，必须救回来，哪怕是再对药量，只要人活着，我就没输。别按了，人都没气儿了，你不是能稳住吗？我们花高价转院，不就是图老人吊着一口气，每月退休金准时到账？现在人死了，钱断了，你把我们家经济来源彻底搞没了。是你拍着胸脯跟我们保证100%稳住，结果被你害得血本无归。你为了跟沈燕斗气，为了自己出风头，毁了我们全家的经济活路。你赔我们的退休金，赔我们的损失。我还是输了，所有人都会笑话我，所有人都会说我不如沈燕，我绝对不能认。我没错，是沈燕的错，是她故意留烂摊子，是她毁了我的一切。我知道真正问题在哪儿了，不是我治坏的，是沈燕，全是沈燕的问题。你什么意思啊？老人在仁心医院的时候就被他治坏了底子，他怕担责任，怕背锅，怕毁了他神医的名声，所以他才故意跟你们说没救了，回家静养。他这是提前甩锅，提前撇清所有的责任。什么？你说的是真的？我接手的时候，你父亲看着气色好转，体征平稳，那全是我硬生生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效果。之所以突然猝死，就是因为沈燕前期治疗彻底掏空了病根。今天人死在我这里，全都是沈燕提前埋下的祸根。什么？他既然干这种缺德事儿，那我们的退休金可怎么办？你们损失的退休金、白花的治疗费，所有的亏损，别来找我，去找沈燕要。要怪就怪他医术不精，故意甩锅，埋下死症，是他把人治废了甩给我，才刚转过来就彻底崩死。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他一口咬定没救了，原来是他治坏了怕担责，害得我们白白损失退休金，白花了治疗费。好一个沈燕，表面人心人术，背地里这么阴毒，故意把治废的病人甩出来，让别人背黑锅。所有的损失全是他造成的，我绝对饶不了他。我就算烂死，也要拉沈燕一起下地狱。沈燕，你别想好过。大家看清楚，仁心医院王牌医生沈燕，徒有虚名，艺术垃圾，把我父亲活活治废，脏器全部拖坏致烂，自知无力回天，怕担医疗责任，怕砸了自己神医招牌，故意骗我们出院回家等死。我们当初轻信他说老人无救，只能回家静养，结果转头转到东江医院，江哲医生当场把人救回，气色大好。分明是沈燕前期治疗之无蓄意放弃病人，是他埋下的病根，害得我父亲最后骤然猝死。我家每月稳稳的退休金彻底断了，高额治疗费白白打水漂，都是沈燕一手造成的。他自私懦弱，怕担风险，草菅人命，根本不配当医生。原来沈燕是这样的人，
之前全网吹他天才神医，医德无边，看来都是包装出来的。真遇到重症就怂，怕担责直接甩锅，也太不负责任了。治坏病人不敢认，还骗家属出院避责，这种医生简直败坏医德，根本不配做仁心医院骨干的位置。难怪当初2家医院治疗反差那么大。东江医院医生能把人救回来，就他直接判死刑放弃，说白了就是医术不行，不敢冒险，空有虚名。你们别被糊弄了，我常年找沈医生看病，他是什么人品什么医术我最清楚，多少疑难重症别的医院不敢接的病人都是他拼死救回来的，他从来不怕担责，只讲良心。我全程都在，事情根本不是你们说的这样。当初沈医生再三跟你们解释，老人是中末期多脏器彻底衰竭，是医学上的不可逆死亡。强行续命只是药物透支的回光返照，只会让老人受尽折磨，痛苦死去。明明是你们2个贪图退休金，执意不听劝阻，大闹病房，非要转院强行续命。是你们贪心不足，根本不是沈医生治坏了人。你们是收了沈烨的钱，都是一伙的。他就是甩锅懦夫，用医害人。今天必须给我们全家赔罪赔偿，不然我们绝不走。各位，稍安勿躁。沈烨，你终于敢出来了！你害死我父亲，断我家收入，骗我们出院避责。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赔我们的损失，给我父亲偿命。你就是徒有其表的伪君子，医德败坏，医术低劣，怕担风险，甩锅病人。江浙医生能救的人，你偏偏放弃，你根本不配当医生。第一，我从未治坏患者。老人入院确诊为中末期全心衰竭，多脏器不可逆坏死，属于临床法定不可逆死亡状态，无任何治愈可能。这是客观病历检查报告，有据可查。第二，我从未骗你们出院，从未甩锅避责。强行大剂量药物续命不是治疗，是人为透支生命，最终只会引发脏器炸裂，瞬时猝死，只会让老人在极致痛苦中离世。我建议不惜静养，体面离世，是保全老人最后的尊严，是医者最大的仁慈。第三，你们转院不是我逼迫，是你们2人贪图每月退休金，主动无视医嘱，执意强行转院。你们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让濒死老人承受极端药物折磨，这是你们的选择，不是我的过失。东江医院江浙医生所用的超大剂量强心冲击超负荷血管活性药物，短期可制造面色红润、体征平稳的回光返照假象，但会引发急性全心骤停、多脏器崩解猝死。老人最终猝死是激进违规治疗的必然恶果，不是前期铺垫病情隐患。所有治疗记录、用药剂量、监护数据全部可查、可核验、可追责。你们今日拉横幅堵院，当众诋毁、造谣、诽谤，颠倒黑白，是你们贪心逐利、罔顾亲情、推卸责任，是江浙医者失德、争名斗气、草菅人命、恶意甩锅栽赃。我就说沈医生不可能做错事儿，原来是家属贪心，反派甩锅栽赃，太过分了！自己贪钱赌命失败，转头就造谣污蔑好医生。大家不要被片面之词误导。这位老人当初在仁心医院被沈烨医生直接判定无救，勒令出院放弃治疗。是我不忍看着一条生命白白逝去，接手濒危病患，全力施救。医者仁心，贵在不放弃任何一丝生机。沈烨只因患者病情危重就轻言放弃，是胆小怯懦，缺乏医者担当。如今患者离世，他不愿承认自己当初判断武断，放弃病人，
反倒污蔑我合规的急救手段违规，简直寒心。你给该患者使用的多巴胺剂量超标 3.2 倍，去甲肾上腺素超标 2.8 倍，3倍超剂量高危药物叠加灌注，不是急救，是强行透支患者仅剩的脏器机能，刻意制造短暂的体征假象。就算我用药剂量偏高又如何？我接手的时候，人已经是濒死状态，本来就没救了。我只是尽力一试，哪怕手段激进，也是为了争取生机。最后人没留住，是病情本身导致的必然结果，也不能全怪我。我不救，患者当场离世。我尽力施救，撑了2个多小时，我问心无愧，凭什么所有责任都要扣在我头上？最后人没留住，是病情本身导致的必然结果，也不能全怪我。你放屁！你当初不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你亲口跟我们保证，只要转院交给你治，我父亲绝对能稳住。现在出事了，你一句本来没救，不全怪你就想算了，凭什么？江哲，你必须给我们赔罪，必须赔偿我们所有治疗费、精神损失费、全家误工费、几十万的医药费。我父亲的命，你必须全权负责，一分都不能少。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我又不是给不起。太恶心了，真是刷新底线，明知没救还强行乱治，拿死人博名气。家属这次总算醒了，该找他赔钱，必须让他为违规行医付出代价。蠢，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我疏忽了，最好暗自庆幸，这对家属只盯着钱，只要钱给够，就能彻底堵上他们的嘴，了结这件事儿。否则，今天这场烂摊子，你根本无从收场。林院，我真的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我只是想抢在沈燕前面施救成功，压他一头。我万万没料到超剂量药物的后遗症会爆发的这么快，更没想到家属被我煽动起来闹事之后，会临时反水倒戈，转头死死咬着我不放。事已至此，破财消灾，院里会出面兜底赔付，帮你压下这次舆论风波，抹平所有不良记录，保住你的职位和名声。谢谢林院。过段时间，首都将举办全国顶尖青年医学研讨会，那里汇聚全国各大3甲医院的骨干医师、权威泰斗，是整个行业最高规格的公开擂台。这就是你逆风翻盘、洗刷污点的最好机会。我参加。沈燕这次出尽风头，在业内名声大涨，所有人都看好她，觉得她是新生代最强医师。但首都研讨会是公开答辩，到了那个舞台，你拿出顶级临床案例，当众碾压沈燕，把这次丢的脸面、输掉的口碑、被抢走的所有光环，全部加倍拿回来。这一次，我绝不会再输。沈燕抢走我的一切，我会在首都研讨会亲手全部夺回来。我一定彻底碾压他，让他彻底身败名裂。真是荒唐！明明是江哲蓄意违规、煽动闹事、蓄意栽赃，最后居然花钱消灾，轻飘飘接过所有罪责，一点处罚都没有，也不对外公示通报。意料之中，林正川向来护短，江哲是他一手扶持的，不可能轻易舍弃。用钱封口是成本最低的摆平方式。对了，刚收到全国通知，首都年度顶尖青年医学研讨会，咱们市3甲一共2个推荐名额，院里敲定了，江哲还有你。我知道了，这次研讨会规格极高，全国心外重症领域的泰斗全都在场，完全是公开处刑式比拼，没有任何私下斡旋的余地。江哲这次肯定会不择手段，针对性搞事儿。我知道，林正川特意保下他，又送他进研讨会，目的从来就不是让他学习交流，是专门让他上台针对我、碾压我。而且我打听清楚了，江哲这段时间一直在托人找往届参赛模板，准备走稳妥路线，专门挑你的短板，找茬挑刺。我的短板，我从无短板。他想靠赛场碾压我洗白名声，
我便让全国泰斗、全网业内同行亲眼看清他的诊疗陋习、医德缺失。院内丢人不算什么，首都赛场才是真正的舞台。沈燕，你等着，上次的账，我在全国专家面前100倍讨回来。哼，光有这些还不够，以防万一，我们还得做点其他手段。王干事，多余的客套话我不说了。这次首都研讨会，我只有一个要求，重点拔高我的病例评级。最重要的一点，全程针对沈燕。沈燕，这次热度最高、业内最看好的新生代骨干，你要针对性卡他？是，他提交的所有高危手术病例、罕见病诊疗报告、学术研究内容，你全部刻意挑错、放大瑕疵，哪怕是业内公认的标准操作，你也要刻意定性为操作存疑、理论不稳。沈燕那几台心脏高危根治术，全国都有观摩记录，业内泰斗多有认可，公开硬卡风险很大。风险就是价格，这里是定金。研讨会结束，只要你能做到让他评分彻底低于我，事后双倍酬劳，立刻到账。江医生出手就是大气。行，规矩我懂，我保你初审一路绿灯，评级置顶。沈燕那边我帮你层层设卡。钱不是问题，我只要你做得干净，让沈燕彻底翻不了身，再也爬不起来。你放心，手术刀赢不了的，权力、金钱、人脉都能赢。沈燕，这一次我要用最肮脏的手段，在全国医学界把你狠狠踩进泥里。手段我不管，过程不重要，我只要结果。林院，您放心，只要评审这边打通关系，沈燕这次必输无疑。她那些引以为傲的高危手术、学术研究，都会被定性为激进冒险，缺乏医者稳重。别得意太早，收买评委只是保底手段。我已经让人连夜整理坊间舆论黑料，就造他的谣，就说他常年依靠高危冒险手术博热度，拿患者性命赌学术名气，为了出彩不顾患者术后风险。好办法！研讨会开播之前，全网铺垫黑通稿，先败坏他的路人缘和业内口碑。我要让所有观众、评审、泰斗先入为主认定他是急功近利的野心医生。还是林院想的周全，舆论先行，评审兜底。这一次，沈燕彻底翻不了身。我提前帮你铺平所有路，研讨会上，你必须做到完美无缺，明暗两手双管齐下，彻底把他钉在医术激进、医德欠缺、功利行医的耻辱柱上。我明白，我绝对不会放过这唯一翻盘的机会。上次院内丢的脸面，我在首都赛场1000倍100倍讨回来。沈燕，这次麻烦大了，舆论彻底失控，全网负面情绪爆炸，所有矛头全部对准你一人。他们的手段竟然如此肮脏，他们为了赢，不择手段践踏学术公平，玷污医者底线。现在全网都在联名抵制你参会，我最担心的是，首都医学研讨会组委会会迫于全网舆论压力，临时取消你的参赛资格，或是提前对你定性，直接影响你的赛场评分和最终结果。院长，不必担忧，我有证据。
他们靠剪辑造谣、全网带节奏营造出来的黑料，看似铺天盖地，但所有虚假舆论全部都有迹可循、有据可查。你早就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提前留底了。从他当众摆烂甩锅，林正川全力保他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们不会甘心落败。我争的从来不是输赢名次，我要撕开它，是医学界藏在暗处的功利腐朽、徇私舞弊。我要守住的是临床医术该有的严谨、公正、敬畏生命的本心。我倒要看看，所谓的资本暗箱、人脉操控、舆论构陷，能不能压得住真正的医术锋芒。欢迎各位莅临首都国际医学研讨会。沈燕，感受怎么样？全网骂名缠身的滋味，好不好受？靠舆论构陷、黑金交易、暗箱操控换来的胜利，不叫碾压，叫自取其辱。说什么？你医术不如我，临床不如我，医德更不如我。你能依仗的从头到尾只有龌龊手段。赛场拼不过实力，就拼舆论；医术赢不过真相，就赢阴私。江哲，你可悲得很。可悲？等下评分出炉，我看到底是谁可悲，是谁狼狈，是谁彻底滚出医学界。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我的汇报。病例规范严整，诊疗思路稳重成熟，风险把控极佳，极具青年医者的沉稳素养。接下来有请仁心医院参赛医师进行病例学术展示。大家请看，这是我的报告。沈医生，我有严重质疑。以此例手术，患者解剖结构极端变异，手术风险超出常规临床可控范围，明知风险极高，变数极大，依旧强行开刀激进操作。你这不是医术突破，是冒进行医，赌命手术，功利搏名。是啊，这风险也太大了。沈医生有把握的话，肯定要手术，救人最重要啊！青年行医最忌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你这种诊疗思路、行医心态极其不负责任，我严重质疑你的行医底线与临床心态。此例病例，我判定展示不合格，学术导向偏激，不予高分。王评审，您判定我激进行医、功利搏名，那我请问你，中末期高危畸形病患，常规方案无法根治，保守治疗必死无疑，难道坐等死亡就是稳重？强行保守放弃就是医德？此例患者多家3甲宣判无手术价值，生存期不足3月。我挑战临床禁区，不是为了赛场噱头，是为给绝境患者提供唯一生路。全程术前风险告知完整，家属知情签字，术中每一步处置贴合国标最高危诊疗准则。术后患者完全康复，回归正常生活，有完整合规流程，有救命时效，有圆满预后。是啊，医术的底线从不是畏手畏脚、避风险求安稳。平稳无风险的常规手术，人人可做，是行医本分。绝境救命，却被你扣上急功近利、冒进搏名的帽子。难道这就是本届研讨会的评审标准吗？我永远认为，比起四平八稳的平庸，敢以医术救人于死地，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大书漂亮，诡辩无用，行医规则，守重稳妥，守规避险。无论预后如何，行医心态已然失正。本轮评分60.2分，勉强及格，评级不合格。凭什么？完全颠倒黑白，常规满分，救命低分，这是什么狗逼评审标准？肉眼可见的技术碾压，硬生生被黑成不合格，太脏了！沈岩，看见了吗？这就是你拼死拼活的顶级医术，在人脉、权力、规则和黑幕面前一文不值。
大局已定，就算沈燕再能言善辩，医术通天，今日也必彻底跌落神坛，永无翻身之日。分数公示，评级落锤。沈燕，本轮答辩结束，无需再做多余辩解，退场等候终审结果。结果无法更改，初审落锤就代表公道已定。你们凭资本操控，凭黑金交易，凭私怨徇私，篡改学术公平，践踏医者本心，这般肮脏出格的评审结果不配定我的输赢。你放肆！你敢质疑大赛评审组？我不止质疑，我今日当庭实锤黑幕，曝光交易，撕开你们遮羞的假面。只要压死沈燕评分，定性他医术激进，双倍酬劳到账。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明明做的足够隐蔽，怎么会被他全程录证？不，这不是真的，这是陷害，这是假的！你们以为舆论可以污我清白，黑幕可以定我输赢？我今日告诉所有人，医术可被打压，人心可被蒙蔽，但真相永远不会烂在黑夜里。你们用肮脏手段想要毁掉的是我一个人的赛场前程，可你们亲手玷污的是无数医者坚守的初心底线，是全国青年医学学术的公平净土。这场比赛的输赢该重判了。林正川，是你，从头到尾都是你逼我的，是你许诺我后续省级评审资源、圈内人脉特权，你让我全程针对沈燕，让我鸡蛋里挑骨头，强行扣他激进薄命的帽子，故意压死他的分数。我只是替你做事的棋子，你不能出事就甩手不认账。你胡说八道，满口风言，血口喷人。我从未授予你任何违规操作，是你自己底线崩塌，贪恋钱财，私下和江哲交易，自作主张打压参赛医师。你现在东窗事发，罪责难逃，就妄图拉人垫背，简直无耻至极，丧心病狂！你自己贪腐堕落，如今败露，反倒栽赃陷害。我呸！我林正川行得正，坐得端，岂容你这种败类污蔑！林正川，你别装了，从头到尾是你主动找我，是你告诉我沈岩是你的眼中钉，是你拍着胸脯保证能一手操控评审，承诺赛后给我院内最高职称优先晋升名额。我是信了你的鬼话才铤而走险。还有你，我再三叮嘱你，适度压分，暗地打压即可，不要做得太过张扬。是你公报私仇，刻意刁难，是你当众恶意打超低羞辱分，把事情做绝。哈哈哈，江哲，你少装无辜，钱是你亲手送的，为了赢沈燕，为了名利不择手段，事后反倒怪我做事太绝。当初你巴不得我把沈燕彻底踩死。你们二人，一个贪赃枉法，一个投机钻营，满心私欲，毫无底线。是你们自己利欲熏心，触犯红线。我从未参与任何违规交易，今日所有罪责皆由你们二人自负。自负？我凭什么自负？是你操盘全局。现在出事，你一句不知情就想干干净净脱身？脱身？不可能！今天千人见证，谁也别想洗白。你林正川是幕后主谋，一个都跑不掉。放开他，让他坐回座位上。基于现场公示的完整证据链，本届青年医学研讨会初审组干事王怀安涉嫌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操控赛事评分、蓄意构陷参赛医师，违规事实100%坐实。完了，全完了。经济检组、学术督察组、卫健部门联合核查决定：一、初审评审王怀安收受贿赂、徇私舞弊、操控赛事评分、违规违纪、违法事实确凿，即刻开除公职，撤销一切学术头衔，终生禁止参与任何医疗学术评审工作，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追责。二、参赛医师江哲贿赂公职人员，恶意构陷同行，参与舆论造谣抹黑，扰乱国家级学术赛事秩序，
终身禁止参与全国任何医学赛事，学术平庸，职称晋升，所在院内岗位降级停职，记重大过错，终身存档。3. 仁心医院院长林正川滥用职权，默许操控赛事，纵容违规黑幕，干预学术公正，包庇失德行为，撤销撤除所有行业任职，终身不得评优提职，圈内所有人脉资源、学术资格全部清零。沈燕医师病例学术价值顶尖，手术突破国内心外诊疗禁区，诊疗流程合规完善，预后效果教科书级别，医德初心端正，终审综合评分98.6分，本届全国青年医学研讨会总冠军。从医之初，我始终相信，医术是救人的刀，不是争名的工具。今日翻盘，我争的从不是一个冠军名次，我争的是万千青年医者纯粹的从医初心，是医学学术本该有的清正公平，是不被黑暗裹挟，不被权势碾碎的医者公道。沈燕，这一路你太难了。从你入职东江医院开始，就一直被针对，被打压，被构陷。换做任何一个年轻人，经历你这半年的风雨，早就心态崩了。可你硬生生扛下来了，不仅扛住了，还干干净净、堂堂正正，撕开所有黑暗，赢回了所有公道。从医之初我就清楚，医术是救人的底气，本心是立身的根基。不管前路多少算计，没有什么能真正打垮我。我的本分从来只有救人而已。难怪你能走得这么远，你的心性早已远超同龄人，甚至远超圈内大半资深医师。我是沈燕，直说情况。沈医生，你现在在哪儿？能不能立刻赶回医院？突发特急急救，一名复合型重症胸外伤，主动脉假性破裂患者紧急送医。患者伤情如何？患者高空坠落，胸腔大出血，纵隔血肿压迫心脏，血压持续崩盘，随时心跳骤停。全院只有你能拿捏这种高危主动脉急症，我们所有人都顶不住，急需你主刀。情况10万火急，维持患者升压扩容，保守稳住循环，禁止贸然开胸，避免破裂大出血。我和方院长立刻全速赶回，20分钟抵达手术室，等我上台。师傅，油门踩到底，回医院。病人撑不了多久，抓紧上台。不行，你不能去。让开，病人濒死，我要立刻上台手术。不用你，我们不相信国内医生，我们全家都是外籍户籍，常年在欧美就医，国内医疗我们从来不认可。你们的设备、技术、理念跟国外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我丈夫是高危主动脉破裂，这种顶级大手术，你们国内医生根本没资格碰。别白费功夫了，我们不认国内任何专家，必须立刻联系外籍客座专家来主刀。病人现在主动脉假性破裂，随时瞬间大出血猝死，根本撑不到外籍专家赶来。现在我上台是唯一生机，立刻让开！生机？我怕你把人直接致死。你这么年轻，看着就没什么临床积淀，凭什么动我丈夫的命？万一被你致死了，你赔得起吗？国内医疗事故层出不穷，我们赌不起。说白了，你们国内的医术就是花拳绣腿，国外的微创技术心脏大血管处置方案领先你们国内几十年。别拿你们的业余水平挑战我爸的性命，没那个本事就别硬撑。今天除非外籍专家主刀，否则谁都不准进手术室。你们谁敢动，我就告谁。主动脉根部假性破裂，高空坠落复合型胸外伤，属于突发致死性急症。欧美专家远隔重洋，异地调度，最快4小时抵达，病人撑不过10分钟。你等外籍专家，就是亲手等亲人死。你口中所谓领先几十年的国外先进技术，这一例变异型主动脉破裂的应急术式，微创封堵方案，正是国内心外团队率先突破国际推广。刚刚结束的全国顶级医学赛事，我拿下全国心外总冠军，
这种级别的高危主动脉破裂急救，我主刀成功率100%。你眼中不入流的国内年轻医生，是你们求都求不到的顶级救命专家。你赌不起你丈夫的命，我告诉你，你最该赌的是国内医者的实力，不是你盲目的崇洋媚外。冠军又怎么样？国内赛事水分大，我不管什么风险，我只要外国医生，国内医生我一概不信。谁敢强行手术，我直接起诉医院，全网曝光。别拿专业压我们，我们不懂医术，只懂选择。外国先进就是先进，国内不行就是不行。沈医生，病人血压测不出，心率骤降，马上室唱，再不上台彻底没救了。让开！有任何后果，我来承担。沈医生，第3次是颤，肾上腺素退出完毕，胸外按压持续维持，体外循环待机就绪。患者主动脉根部合并隐匿变异，破口位置极其刁钻，外加高空坠落挤压挫伤，常规封堵术式完全不适用。这是教科书级别的致死难题，根本没法救。放弃常规封堵方案，采用国内自主研发变异主动脉原位修补加纵隔血肿微创减压联合术式，建立临时体外循环辅助，低流量维持脑供血，精准剥离粘连血管，点对点缝合破口，彻底根除出血点。这套术式正是你在全国研讨会独家展示，拿下满分夺冠，碾压全场评审的原创顶级急救术式吗？我的天，这可是国外尚无普及，国内领先国际的核心技术。沈医生，你太厉害了！这台手术放在全国都是顶级难题，连上级会诊都不敢急诊上台，您硬生生逆风把人抢了回来。手术成功，送进病房观察。幸好沈医生坚持救人。是我们糊涂，是我们无知，被国外的虚名蒙蔽双眼，差点亲手害死自己的亲人。我们口口声声追求先进医疗，却不知道最顶级的医术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对不起，我不该出言不逊，不该否定国内医疗，不该污蔑你的努力和实力，所有错都是我们的，对不起。你们可以偏爱国外医疗，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认知，这是个人自由，但请永远记住，生命无国界，医术无高低，医者有本心。我救人不是为了让你道歉，只是尽医者本分，以后别再让偏见挡住救命的路。真的太解气了！那群外籍家属高高在上，瞧不起国内医疗，结果最后只有沈医生能救他们亲人的命。全国总冠军的实力真的不是噱头，是实打实的救命硬本事，厉害。最难得的是，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被当众羞辱，被恶意阻拦，他依旧以病人为先，全权担责，强行救人，格局真的绝了。换谁被这么践踏尊严，早就揣手不管了。也就沈医生始终坚守医者本心。今晚这战，你赢的不只是一台手术，你打碎了外人对国内医疗的偏见与轻视，守住了中国青年医者的尊严与底气。医术不分高低，生命不分国籍，只要患者还有一线生机，我就不会放弃。全院通报表彰：心外科骨干医师沈燕。该医师医术精湛，医德纯粹，临危敢担责，绝境敢破局，在国家级学术赛事中坚守学术公正，撕开行业黑幕，捍卫青年医者尊严，在特级危重急症面前不计个人委屈，不计医患矛盾，全权兜底风险，以国内原创顶尖术法挽救晕死重症患者。
打破国外技术偏见，彰显中国医者硬核实力与大国担当，特此全院最高表彰，记特大功，破格晋升为副院长。